为必然。最近，拜登接连就新疆问题采取措施，为何拜登如此心急火燎炒作新疆议题？这会对中美造成怎样的影响？在7月13号，拜登政府发布了一份针对新疆供应链的商业警告，并以新疆存在所谓强迫劳动、侵犯人权作为幌子，警告美企若不退出与新疆有关的供应链、合资企业或投资项目，就有可能面临违反美国法律的高风险。相较于之前，这次最新警告扩大了针对范围，只要美企与新疆有间接联系，都可能违反美国法律。不仅是企业、投资者、劳务中介、学术机构都是警告对象，其实就是直接让美国社会各行业远离新疆。然而，就在上周，拜登才就以几乎同样的幌子为由，将14家中企增列入实体清单，在6月底还把新疆4家光伏企业列入实体清单。从这一系列行动来看，拜登似乎在投石问路，逐渐加强对新疆的封锁。不过，中国反击子弹已经上膛，中国已经陆续出台反外国制裁法、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使用办法、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3部法律，阻断法体系已经初步形成，这就是中国斩断长臂管辖制裁的利剑。简言之，如果美企盲目遵循美国法律，破坏中企利益，那它将在中国市场也面临风险。所以，拜登这招实属自残，而且这将会导致美国衣食住行方面涨价，进一步推高通胀。事实上，这件事儿也并非表面上这么简单。一方面，这是经济上的离间，想要阻止新疆发展，造成事业贫困，为恐怖主义制造土壤，美国以此达到内耗中国的目的。另一方面，美国是在找借口，强迫世界上其他企业跟中国脱钩。这个制裁会逐渐扩大范围，从而拉起一张全面封锁的制裁网。而且，拜登3大动作极其险恶。首先，撤兵阿富汗，放任阿富汗乱局破坏中亚局势，阻断“一带一路”。其次，抹黑新疆狮子离间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，进一步破坏“一带一路”。最后，拉拢欧洲、东亚盟国，拼凑出想要抗衡“一带一路”的基建工程。但是，中国并没有坐以待毙，而是见招拆招。王毅外长正在中亚访问，领导人也和土耳其通话，驻欧使馆也纷纷发表声明，要将域外兴风作浪的势头摁住。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一向伴随着高压封锁。总之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最近一段时间，美国方面一改以往对中国的态度，接连向中国释放想谈的信号。先是坎贝尔对外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台地区独立，接着米利又警告美国政府跟中国作对占不到便宜。现如今，就连一些叫嚣中美对抗的美国政客，都是开始希望能够跟中国坐下来谈。正当部分人以为美国醒悟了，彻底意识到中美合作才是正确选择时，7月12号，美国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，擅自闯入中国西沙领海。有趣的是，5年前的同一天，由美国操纵的所谓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南海仲裁案做出了最终裁决，判定菲律宾胜诉。尽管仲裁结果违背了国际法，所谓的裁决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废纸一张，但在南海仲裁5周年之际，美军舰闯入中国西沙领海，摆明了是在挑衅中国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甚至在当天老调重弹，声称中国持续威胁恐吓东南亚沿岸国家，威胁南海航行自由，并恶人先告状，要求中国停止挑衅，拿5年前的一个闹剧结论来指责中国。布林肯无非就是在给自己找一个道德制高点。如此看来，美军舰闯入中国西沙领海，很可能也是在配合布林肯支持所谓南海仲裁结果的声明。前脚还在不断释放想跟中国谈的信号，结果话音刚落，美军舰就闯入中国西沙领海，又再次企图挑起中国海域的动荡。美国想干什么？分析认为，从一开始，美国释放想谈的信号就没有诚意。第一，美国此举只不过是在做样子，告诉外界美国是想谈，可中国不愿意，所以中国不要和平的，破坏和平的责任不在美国，而在中国。第二，这段时间美国向中国的一系列施压都是该国为了增加谈判的筹码，现在美国觉得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够了，到了该谈的时候了。第三，美国接连释放想谈的信号，中国一直都没反应，所以美国认为中国不想谈，便试图增加压力，逼中国做出反应。于是美军舰闯入中国领海。可美国政客却忘记了，中国要的是诚意。
王毅早就明确表示，中国希望跟美国坐下来谈，但是前提是美国有没有这个诚意。如今美国一系列的举动哪有一丁点诚意？既然没有，中国凭什么搭理你？中国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了，除非美国是诚心诚意的要跟中国解决两国之间的矛盾，否则别想谈。就拿此次来说，与中国对抗占不到便宜，就妄想使阴招算计中国。美国这是低估了中国，还是高看了自己？中国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中国不想对抗，也不想被人恫吓。要不怕死，美军也可以试试，解放军随时奉陪。